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玩具，我是雾。23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各位玩具玩的玩具呢，就是万代收藏玩具事业部冬季推荐的排行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特别挑了几款不错的商品，想要跟各位玩具来介绍。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要介绍的玩具。那我第一个要跟各位玩具介绍的玩具呢，就是由我们 SHF 所推出的，就是我们的地狱乐山田浅右卫门左切，算是我们这个地狱乐的女主角。那它第一弹的商品呢，推出了我们这个左切跟我们的画眉丸。个人非常喜欢左切啊，因为我觉得它算是一出场，它就是给人家一种冷酷的感觉。它偶尔会暴露一点那种少女心的那种感觉，女人味的瞬间。他们山田家呢都是穿着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制服。那我这个左切呢，可以看到他就是把他这个长发飘逸的样子都把它做出来，还有他头上绑这个红色的这个缎带。那我觉得这次这个 SHF 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就是有附上非常丰富的替换脸，同时也有附上开心啊、担心、生气跟严肃的脸。他担心的那个脸比较有点像是傻眼的那种感觉。那它的武器配件呢，就是有附上一个抽出来的这个武士刀，然后还有一个收进去的这个刀柄的部分。它的这个裤子呢，也并没有影响到它太多的可动，因为它在腰部这两边呢，都还是有做出可以让它脚整个一字马的样子。那也会推出性感女忍者杠，那只超辣的哎！毕竟他在那个剧中啊，一上那个岛就先色诱杠的服装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期待的。他在上半身是做那种比较柔软的材质，因为杠在那个剧中是有点小狡猾的一个个性，装可爱的姿势啊，都可以在这个即将发售的这个杠上面还原出来。那我接下来要介绍呢，就是大家熟悉的好朋友《魔神英雄传》35周年 Beta View Dragon Skill 龙神丸。它的 Dragon Skill 这个呢，就是主打说它有像龙鳞一般的这个可动，它的那个盔甲的这个部分呢，可以让它的动作会有大幅的表现。它这次是使用35周年的动画配色再现，更沉稳、更有质感的配色，也使用了像珠光色啊，或者是金属色啊、电镀色，丰富的呈现。因为它脖子的那个七魂的那个项链是有点透明件的样子。它这次整体呢有23公分高，然后整体握起来的那个分量感，因为它有合金的材质，所以非常的有手感。然后它这次还有配了它的这个灯笼剑，搭配它的特效剑呢，就可以还原它的招式龙雷拳跟炎龙拳。白色的地台呢，就是可以很稳固的展示之外，上面还有烫金的龙神丸的图案跟皱纹的字样。在35周年的时候推出这个 Dragon Skill， 因为今年是什么年？龙年。没错。那接下来千豪要跟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？今年是什么年？龙年。所以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 Figure Zero 超激战 Extra Battle 双龙图的光月桃之助。哇，也好长哦。这么大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它的整个是连底座，它的底座就是这么大 K。它这次的桃之助呢，就是跟双龙图另外一个是海盗一起展示。这次呢，桃之助呢就是用它非常鲜明的粉红色去制作它的身体。这个桃之助的龙鳍呢，也像是火焰一般的燃烧的样子。那它在龙鳍这边有做从橘色到黄色的渐层，然后在它身上呢也有燃烧用透明剑制作的火焰。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两根胡须是可以就是拆下来，它的胡须的材质是 ABS 塑胶的那种，所以整体会有点不太一样。这次呢还有附上一个小的大盒，大盒呢可以直接坐在它的额头上，很可爱。当初的海盗也是有附一个黑色的鲁夫嘛，就是来凸显说他们的尺寸到底有多么的巨大。除了这个双龙图的桃之助之外呢，在今年2024年的3月也会推出鲁夫的5档巨人，也算是非常的令人期待。那航海王的主题商品除了这种不可动的 Figure Zero 之外呢，可动商品的话在2、3、4月会有海盗、罗跟鲁夫，所以算是和之国的一个非常多角色的各种造型都可以入手。喜欢的话呢，就可以趁龙年的时候把这个桃之助带回家。让换我要讲的就是青眼白龙 SH Monster。等一下，我们真的没说好哎，这大家都有龙哎，好龙哦，就是一个龙年特辑龙合力。那这个青眼白龙呢，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算是非常特别，因为我觉得它在涂装上面呢都是走那种有点淡蓝色的珠光涂装，那用蓝色跟白色的珠光去做一个渐层，让整体的质感有大的加分。而且它整个关节的可动，我觉得做的非常好，不管是脖子啊，一直到它身体到它尾巴，都是做那种对，做那种一节一节的那种设计。而且它的翅膀是每一片都是可以算是分开的可动。它同时呢也可以还原攻击
击还有手背的状态。那它也附上了这个特效配件，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什么？买3只回去，把它变成亲眼救急龙，就可以还原在剧中的那个样子啊。只是在翅膀的摆设部分呢，各位玩具人可能要花一点心思，可能让它摆的比较好看、比较帅气这样。接下来也会推出我们的全日克眼真红眼黑龙，就是一个超帅全黑雾面的样子。那也有附上红色的这个攻击特效配件。各位玩具人如果喜欢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。接下来换我，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：你喜欢怎么样的女人呢？我喜欢大。问这个问题呢，我就要介绍就是这个 SHF 的咒术回战东堂葵。拍手是灵魂的喝彩。它现在这一款呢，就是咒术回战的，它还不是咒术回战涩谷篇。真懂啊！现在介绍的是咒术回战版本的，它整体的造型呢，就是还原它剧中咒术它非常迷人的大肌肉，然后它在肌肉的涂装呢，也都有做那种比较真实阴影的涂装，让它整体的肌肉更加立体。除了它迷人的大肌肉之外呢，它也出了4款东堂的可替换表情。然后因为东堂在剧中就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角色，对，然后他的表情也都非常的浮夸。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发动无意游戏入迷，闭上双眼陷入自己世界的这个脸，我觉得这个脸就很好玩，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风味。还有附了一个这个双手抱胸的手势，因为其实这个姿势对可动来说不是很好摆。同样咒术回战系列，它接下来呢会先推出已经出过2种版本的5条悟，但它这次呢会以咒术高专版本再推出一次，因为5条悟之前已经出过了咒术回战，然后跟咒术回战剧场版0的，接下来怀玉的篇它又以高中生的形态再出一次，它的最强好基友也会在2月的时候推出。接下来我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有没有开始喜欢上一个有夫之妇的人？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，肯定不是你的问题，肯定是约儿太有魅力了。我要介绍的第2个呢，就是 SHF 约儿，它的是居家服的版本。因为约儿应该是我近几年最喜欢的女性的角色，没有人可以跟她匹敌。这次呢，约儿呢这个居家的开背毛衣真的是直接就这样做给你。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卖点，除了这个开背毛衣之外呢，还有它附上了红酒瓶，还有这个微醺的脸。光是这几个要素呢，就足以让你想要把它买回家玩。那这次的约尔呢，同样有附上了蛮多的替换配件，像脸部的表情，所有这个喝醉脸之外呢，还有像是认真的战斗脸，因为他其实穿这个服装之后也会有就是战斗的情景。这次的约尔呢，还有附一个坐着的身体零件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椅子上，然后呢，就是回来了，然后约尔在家等你。没错，回家了。之后呢，也是24年的3月会推出电影版 Cold White 的 Figura Mini， 那同样是佛杰一家3个人的 Figura Mini 都会推出。接下来我要介绍呢，就是我们的马修德斯，他出了一些蛮有趣的配件，比如说我现在给他手上拿的这个超大的哑铃，他有附上泡芙的零件跟嘴角还残留泡芙的脸。那这个马修的造型呢，就是还原了他穿着学院袍的样子。那他学院袍呢，也是有做可动，他就只有用一个球形关节，然后在这个腰部的部分，那他的可动我觉得做得非常好，就是手脚的对折啊，马修那些运动很夸张的姿势都可以还原出来。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是上半身感觉可以再做厚实一点。那除了我们的马修之外呢，他有推出我们的克劳恩跟巴雷特。那克劳恩呢，就是有附上一些蛮白烂的配件，比如说拔起来的萝卜啊，然后萝卜上面还有那个很白痴的脸这样。那我们的巴雷特其实他就是一个有点中二的存在，所以还有附上那个巴雷特很狂妄的那个脸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SHF 的追求永恒真理的探求者，结合了 SHF 的新规技术，有更精致的造型跟更升级的可动，更坏的脸。哦，对，更坏的脸。他这次的整体造型呢，就是更还原他在剧中的比例，这个长发飘逸啊，然后脸色苍白，跟他金色的眼睛，他还附了这个潜影蛇手。潜影蛇手的那个蛇做的超真实，对，还有他那个很厉害的舌头。对，他这次做的其中一款表情呢，是他这个吐舌头的很大蛇丸的脸，这款我真的超喜欢的。然后他其他还有附很狂妄的笑啊，那加上他前面的这个步挡是这种很软材质的，就是会不影响他腿部的可动。他这次连他这个柱连绳，除了他的造型刻画的细节很多之外，他还可以随着他的动作有不同的就是旋转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有很多他在发动他的忍术的时候各种手势，大蛇王会有的猥琐动作，坏手势。然后呢，除此之外，他这一次还有附了一个零件，是佐助被他吃咒印的这个替换表情。
所以大手环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佐助，我要佐助，给我佐助。他如果被那个金角银角打的时候，他那上面浮现的字是会佐助这样。那说到大神最喜欢的这个佐助呢，他接下来也会在4月跟5月推出这个宇智波兄弟的 Big Ass Zero 超激战乱花筒写轮眼的光与暗。他这个造型，佐助是弄那个他的这个大风车，又是从这样椅子上这样跳起来这样子，然后乌鸦从下面飞出来。哥哥不要这样爬椅子啊，危险！那爬椅子爬那么高啊？哥哥会骂啦。接下来呢，厉害了，1比1比例，91公分，还原剧中比例。太慢了！传说中日之呼吸的继承者霞柱石头无一郎使用的日轮刀，我觉得这个刀啊，拿在手上就会瞬间有一个很中二的感觉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由鬼灭之刃官方完全监修的这个日轮刀呢，使用高度转印技术，还原了银蓝色的刀身，还有很帅气的恶鬼灭杀跟特色十足的刀颚。你可以直接把日轮刀跟刀鞘一起展示出来，真的是非常的帅气。当然也跟之前的商品一样，有霞之呼吸使用的时候那种挥击的斩击声啊，或是碰撞的那种铿铿锵锵的声音，还有石头无一郎的剧中台词。すごいね。僕たち剣士の子孫なんだって。しかも一番最初の呼吸っていうのを使うすごい人の子孫で。那它还有收录《断刀春篇》的 BGM， 就是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。如果你也喜欢刀，你也很中二的话呢 ，Publica 系列之后呢，也会推出另外一部作品《刀剑乱舞》里面的3日月宗敬的刀。这样子讲呢，会不会有点不清楚？3日月宗敬的刀，可它本来又是刀，所以它是刀的人的刀。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呢，因为我们无敌铁金刚50周年纪念推出了格劲卡达 K7 达罗拉之 M2 木兰号米涅瓦 X 之后的重要商品阿强1号 GX10R。这个 GX10R 相信各位玩具人也是非常非常期待，毕竟阿强1号这个角色呢，在无敌铁金刚里面深植人心的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，有点类似吉祥物般的存在。不管是他的体型啊，他的表情，或者他整个设计的这个风格，都是走一个比较圆润可爱的造型。所以阿强1号一直以来人气都非常非常的高。那他这次终于再次推出，他的手呢是做这种可动式的，那也是做磁吸式的。替换的手呢，就是只有张开手跟握拳这2个替换手。不过呢，这是比较值得提到的呢，就是由我们的月志一玉老师呢重新设计了3款阿强的头雕，所以这次呢总共有6个阿强的脸可以替换，算是非常非常丰富。它在可动上面呢，它是做那种机械式的关节设计。这个声音就是超赞的好不好？而且它的脚部的可动啊，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。那它的头部呢，也是做这种磁吸式的，拿在手上的分量感也很好。那之后呢，也会推出 GX108 莱茵 X1，还有我们的 GX11R 木兰2号。那我觉得莱茵 X1非常非常赞，因为它就是还原了剧中那个人脸在胸口的那个样子，跟我们的 GX11R 木兰2号，它算是一个套组。接下来我要介绍 SHF 宇智波带土欲幻的绝望之梦，它这个系列都加上了一个很中二的名字。带土它的造型比较丰富一点的，光是它的这个头雕就要做2款不同的眼睛，然后还要做它这个脸被压扁的样子，压扁过的样子。它这次做的呢是它袖子破掉，整个展现力量的这个造型。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这次的附件有这个巨大的团扇，然后它团扇这个锁链呢，它是真的用金属材质去制作的，它使用了那个软材质去做它的衣服的下摆，所以它也是可以做出那种打架的时候这种腿部的动作都可以做出来。接下来 Naruto 系列呢也会推出 Naruto 99漩涡鸣人还有春野樱2个版本。最后的最后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超合金超魔法合体 King Robot Mickey and Friends 100 Years of Wonder。基本上呢就是这个 King Robot 的迪士尼100周年的纪念配色，整体是以比较紫色跟银色去做整体的搭配。那除了颜色更改之外，它在角色的部分都追加了最新的元素，就是时钟。在设定上，这个 King Robot 是跨越时空的再降临，所以基本上他们在很多地方有做出了一些新的造型的变化，像是最明显的就是米妮的这个肩膀，他们在很多角色的肩膀上面都有做这种时钟的表面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唐老鸭的右肩，因为这个就是1937年他们在时钟清洁员的那个动画去设计，所以它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满满的巧思去注入。那像是米奇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手，其实就是长针跟短针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些时
时间。像高飞它的头部之前的版本呢，跟现在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新规造型，这一次是比较像是狗屋的样子。那到后面呢还可以这样，嘿，好可爱的，超级无敌可爱。不要看它是单脚高飞哦，它可是可以做九九高，它可以做出99力哦。那这次还有这个王牌战机，因为之前2013年的版本这个其实是蒸汽船威力号，这次的每一个角色他们的眼睛都有2种模式可以选择，分别是一般的眼睛跟你可以滑动后面的这个钮就可以变成驾驶舱，里面就是迷你的角色，然后再驾驶他们的巨大机器人。它这个狗屋啊，因为时间的这个元素除了时钟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沙漏，沙漏就是在狗屋的这边，你可以这样子转，就有点像是时间开始计算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的赞。这次呢还有配件超级梦幻的奇迹时钟魔杖跟这个超级亮的盾牌，等于说这一次的这个 King Robo 呢，它在很多角色的设计啊，或是配件的造型都完美呼应了他们穿越时空再次降临的这个设定，所以整体来说真的是很梦幻、很好玩又很可爱。好，那这次组成 King Robo 的角色呢，分别是喷射米奇、土豆、天空米妮、天空米妮、潜水唐老鸭、水叮当黛西，还有大地高飞。好烦哦！还有冲刺布鲁托，还有狗狗屋跟王牌战机，基本上就是他们全部可以组成一个超大，大概22公分的机器人。让我们进入超魔法合体的时间吧！组装完成，我们这个 King Robo 呢，直接把迪士尼100周年强调的时钟元素给完整的展现。在组装完成之后呢，分量感也十分的足够，机器人的头部也相当的可爱。在双脚高飞跟布鲁托的部分呢，因为造型的关系，所以它直接是在左右侧都分别设计了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机构，让它整体的脚可以直接有一个接地性，而不用去弯曲到它的脚踝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介绍的万代冬季推荐的排行榜。那这次这个排行榜呢，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。有阿强1号，我个人就是心满意足；有约尔，我就是心满意足；有龙神丸，我就是心满意足。那说到这边呢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1年前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展示厅在我们的地下街开幕。那如今Tamashii Spa 台北也即将满1周年，在1周年的时候呢，也会举办这个活动。那这个活动期间呢，就在我们的2月23号一直到3月3号，就是我们 Tamashii Spa 台北的 Gallery Showcase 的展示活动。那在这个满1年极具纪念意义的时刻呢，也会赠送一个超酷的6角展示盒，会在活动的期间限定只送不卖。赠送的方法呢，要之后再请各位玩具人到 Tamashii 的官网上面查看。我觉得非常棒，就是顶部呢就印上了这个 Tamashii Spa 台北1周年，这就是1周年的意思。其中这个 EST 的 E 呢也是红色的，代表你就是第1名的玩具人哦。那正面呢也有我们3个 logo， 分别是我们的 Tamashii Nation 嘛，然后蓝色的班代，还有这个班代南梦宫的这个标示。它的底座呢是有轮子的，所以你把它放在桌上的时候呢，它是可以做旋转。因为这个以往呢只会出现在会场，大家是没办法拥有，但是这次呢你有机会拥有。各位玩具人绝对是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怎么抽这个极具意义的6角展示盒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最后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。那玩具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蛇手，前一乱蛇手，乱蛇手，双蛇交缠，厨艺游戏，灵魂的双蛇，厨艺游戏。